俄乌冲突升级导致全球市场巨震，金属、原油及粮食等大宗商品一度大涨，全球股市剧烈波动，美股大幅低开后迅速反弹。此前全球多国股市暴跌，同时推升债券市场需求，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下行，美元指数微升，卢布创下历史新低，瑞郎、加元、日元及泰铢等避险货币需求上升。西方宣布多轮对俄制裁计划，包括终止北溪2号管道项目并制裁相关管线公司，禁止俄罗斯银行在欧美的限制俄罗斯主权债发行，以及切断与半导体和飞机零部件等先进技术的联系等。欧洲理事会还将特别禁止来自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货物进口，限制特定经济领域的贸易和投资。俄乌冲突的主要导火索，中信建投研报认为，北约越界东扩是俄乌冲突的主要导火索。第一轮东扩，1992年，俄罗斯采取了全面西倾的政策，一度试图加入北约，且在1994年与北约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文件和俄罗斯、北约合作议定书。第二轮东扩，普京在2000年上台之后，通过各种措施争取积极融入欧洲世界。然而，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即便在2004年前，事态似乎在向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转变，19+1机制升级为20国机制，但北约并没有停下东扩的脚步。第三轮东扩，2013年11月，乌克兰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放弃了欧盟的经济协议，引发了长达3个月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普京果断采取行动，开始阻击西方势力的围追堵截，在克里米亚举行公投并快速将其并入俄罗斯领土。各方势力未来博弈如何展开？据中信建投，除非黑天鹅事件发生，大规模热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军事部署上，俄罗斯绝对占优，但发生热战之后的后果却难以承受。欧美也不会卷入和俄罗斯的正面冲突，双方最终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非常大。美国可能会就驻军、中程导弹部署等边缘条款进行让步。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国家安全领域一贯采取雷霆手段，这是俄罗斯保持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拜登在经历了仓促的阿富汗撤军之后，国内支持度下滑至历史低点，当下放弃乌克兰的政治后果可能过于沉重。目前仍在采取以拖待变的策略，一方面为乌克兰政府军提供必要的武器和补给，调动适量的北约部队在边境维稳，防止事态恶化。欧洲内部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路线之争。欧洲的自由主义路线决定了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从欧盟角度出发，乌克兰是独立主权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对外政策，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大国博弈奉行强权正义，此时谈独立自主几乎毫无意义。俄罗斯的大兵压境成为眼下必须面对的现实。欧盟在俄乌冲突中总体偏向美国，但内部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论。俄乌危机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俄乌危机对国际资本市场的情绪冲击持续时间较短，除俄罗斯本国资本市场开始震荡下行，美中股市在短暂下行冲击之后均逐步回调，因此当下资本市场无需恐慌。A 股的基本面短期内并不会受乌克兰危机影响，当下仍有较好的配置机会。从大宗商品角度观察，克里米亚危机期间石油天然气价格波动不算大，但天然气和石油价格在当下的时空背景下有可能创新高。俄乌局势对科技领域的影响，疫情之下本就脆弱的半导体供应链，这回因为俄乌开火雪上加霜了。据量子位，半导体的原材料恐将断供，氖气对于半导体光刻环节至关重要，是大部分主流光刻机光源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而乌克兰正是全球最大的氖气出口国，其出口的氖气约占全球市场的70%。据科创板日报报道，国内光刻气体标杆厂商凯美特气表示，氖气目前已涨价，现在2-3天一个价格，价格波动很大。我们通过经销商销售，主要销往国外，且国外企业的报价高于国内。而面对供应中断风险，光刻机巨头 ASML 已经表示在寻找备胎。此前，克里米亚局势紧张时期，氖气的价格就曾一度上涨600%。所以，
氖气究竟在芯片制造环节起到什么作用？简单来说，它是光刻机中产生光源的一种重要原材料，而光刻机对于光源的波长要求非常高，波长越短，雕刻出来的电路越细致，芯片制成就越小。利用稀有气体，不仅能获得波长较短的激光，波长也相对更加稳定。其中，由于目前大规模应用的，而且仍占主流地位的 DUV 深紫外光刻机需要大量氖气。具体来说， DUV 光刻机利用光刻气体来制造光源，这是一种稀有气体与氟的混合气。常见的光刻气体有亚氟氖混合气、氪氖混合气、亚氖混合气、亚酰氖混合气等。制造时需要利用高压激发这些稀有混合气体，产生电子跃迁，从而产生波长稳定的光线。经过聚合滤波等过程形成光源。原子核外的电子在发生跃迁的时候，如果是跃迁至低能级，就会释放出光子，将它在增益介质中反复放大能量后发射出去，就形成了一个波长稳定的激光。也就是说，作为缓冲气体，氖气普遍存在于各种激光气体中，用于提供高效的能量。如在目前 DUV 光刻机主要采用的氟氟化亚激光器中，氖气就占到了气体混合物的 96% 以上。有了优质的光源之后，光刻机才能进一步制造芯片。具体原理有点类似于投影的效果，利用光对涂在晶圆表面的保护膜光刻胶进行去除，这样失去光刻胶的部分就能被化学液体腐蚀并形成电路。当然，目前光刻机也在进一步发展中，从最早用汞灯作为光源，到深紫外 DUV 光刻机，再到下一代极紫外 EUV 光刻机。EUV 主要通过硒等离子来产生光源，而 ASML 等厂商也在尽力发展这项新技术。不仅是氖气，乌克兰出口的氪气和氙气也分别占到了全球供应份额的 40% 和 30%， 而另一种重要半导体材料钯则有 40% 来自俄罗斯。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就表示，俄乌冲突升级凸显出半导体供应链的复杂性和脆弱性。面对市场担忧，多家芯片厂商已经公开对此事作出回应。目前，三星、SK 海力士、英特尔等厂商均表示，受益于多元化材料来源，其芯片生产暂未受到影响。而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厂台积电拒绝在此时置评。这些芯片厂商背后的关键供应商光刻机巨头 ASML 则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氖气的替代来源。实际上，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氖气价格就经历过一波大幅上涨，许多公司开始转向中国、美国和加拿大寻求多元化供应。比如 ASML 目前所使用的氖气中只有不到 20% 来自冲突地区，但市场分析仍担忧，俄乌局势对芯片生产的影响将在长期显现。有来自日本芯片行业的知情人士称，芯片制造商尚未感受到任何直接影响，但为他们提供半导体制造材料的公司会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购买氖气和钯等，这些材料的供应本来就很紧张，所以任何进一步的供应压力都可能推高它们的价格，进而可能导致芯片价格上涨。另外，数据显示，国内光刻气体标杆厂商华特气体和凯美特气昨日盘中逆势冲高。实际上，俄乌局势对科技领域的影响还不止于芯片。例如，早在乌里开火之前，各种 DAS 攻击就已经在乌克兰的网络上先发制人了。DAS 是一种网络攻击手段，利用生成大量数据包或请求，导致目标计算机网络或系统资源耗尽，从而使得正常用户无法访问。一方面，据单据表示，乌克兰的政府网站和银行正在面临 DAS 的攻击。包括 Private Bank 和 IADAC 等大型银行也都遭遇了停电问题。据路透社表示，早在2015年，俄罗斯黑客就被认为对乌克兰进行过网络攻击了，当时大约有 22.5 万人受到断电影响。另一方面，网络安全公司 ESET 发现，乌克兰数百台机器被装上了一种数据清除病毒，而且早在过去几个月前就已经存在。目前，乌克兰政府正在征集黑客志愿者，帮助保护关键的一些基础设施，并对俄罗斯军队实施网络间谍任务。对此，有网友表示，即使有意愿对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需要考虑的事情也太多了，
估计最后也没人愿意参与做这事。另外，还有网友总结出了一系列与乌克兰有关的互联网产品，比如 WhatsApp、Paper 的创始人都是乌克兰裔，而 Simpled 蒙版技术背后的团队都来自奥德萨。俄乌冲突对我国投资有何影响？中国与俄罗斯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例如，2015年10月，中俄金融联盟成立，截至2018年，该联盟已由初始35家成员单位发展为68家。此外，人民币在中俄双边贸易结算比重也在不断提升，已经自2014年的3.1%提升至2020年的17.5%。不过，地缘扰动下，中国金融投资领域的影响或较小。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截至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上升至1537.1亿美元，屡创历史新高。其中，流向俄罗斯的比重不足0.5%，流向乌克兰则更少，仅0.01%。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截至2020，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上升至1443.7亿美元，刷新历史新高。其中，来自俄罗斯的比重仅0.04%，而来自乌克兰的比重更趋近于0%。从对外承包工程角度来看，截至2020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数量较2019年小幅下滑，但仍在历史相对高位。其中，分布在俄罗斯的比重仅1.3%，2019年，而在乌克兰仅0.4%，2019年。截至2019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分布在俄罗斯的比重仅1.6%，在乌克兰的比重也仅0.4%。哪些中国企业在乌克兰有布局？中国企业对乌克兰的投资，目前存量累计约90亿美元，投资大部分分布在能源领域，同时在交通和金属行业也有布局。最大的3笔投资分别来自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水电及国家电网，投资规模均超10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目前有超30家中资企业在乌克兰进行实际经营。在农业领域，中粮集团对乌克兰农业的综合投资一时期成为乌克兰前3大粮商。其子公司中粮农业于2014-2015年完成对乌克兰来宝集团的全部股权收购，成为乌克兰第2大植物油出口商。在信息通信领域，小米在2018年占乌克兰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达26.7%，在2021年第一季度占比排名第1，华为则在同市场占比16%。同时 ，TP、LG 路由器在乌克兰同类市场中占超70%的份额。在能源领域，由中国电建及其子公司组成的联营体在2018年6月中标乌克兰西瓦神风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欧洲最大的陆基风电场。新能源方面，中建集团在乌克兰建立了10座太阳能发电站，占乌克兰太阳能发电装机总容量的一半。